大腦係人體中不可或缺嘅部分，每個思想同行為都由腦部扮演重要嘅角色。而有企業研發膳食補充劑。香港人嘅生活同埋工作壓力都相當之大㗎，而長時間處於壓力大嘅狀態之下咧，唔單止會影響睡眠質素，仲會影響記憶力同埋認知能力。我哋今集要訪問嘅嘉賓咧，佢嘅產品就以提升腦部能力為主打嘅。我哋一齊去了解一下佢嘅成功理念啊Caffeine Now 喺25歲開始同朋友一齊創業，雖然期間經歷過唔少風浪，但憑住佢對成功嘅追求 ，Caffeine 成功喺多間嘅企業擔任要職，被業界所肯定。多年嚟更獲得亞洲10大傑出女性嘅美譽。喺前一年，佢重新出發，走入腦部營養發展行業，以多元化嘅渠道系統進入市場，為自己走向另一個人生嘅里程碑。一門生意嘅發展咧，往往都係因為唔同嘅商機啦。其實當初有啲咩原因去啟發到你成立呢門生意咧？其實我當時咧係做美容行業嘅，咁由美容行業轉到係一個營養保健嘅產品啦。咁其實完全係因為我一個拍檔阿波羅啦。咁阿波羅佢係一個美國嘅奧運金牌選手嚟嘅。咁而當時佢同我講嘅時候咧，係佢個理念令到改變咗我嘅睇法咯，對呢個市場。佢令我明白到原來而家人同人之間個競爭非常之激烈啊！咁一個人同一個人嘅分別其實係在於邊度咧？咁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呢一度喎。咁究竟有啲乜嘢亦都可以影響到我哋呢一度咧？咁最主要即係佢講咗幾樣嘢嘅，譬如係我哋嘅營養啦，係其中一樣啦。咁啊，如果藉住營養可以改變到我哋嘅思維或者我哋嘅情緒嘅話咧，咁我哋嘅人生咧，其實喺好多方面，可能我哋覺得一件事我哋未必處理到嘅，或者覺得冇可能發生嘅，咁往往因為咁樣改變咗之後，佢哋嘅人生處理方法、事件嗰方面咧，就會變得更加好。咁繼而咧，就真正我覺得係咁樣可以改變到一個人嘅人生咯。咁呢個理念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喺過去我睇到個市場裏面，真正係有呢一個產品嘅條件或者係佢個優勢嘅，即係產品真真正正嘅並唔多咯，所以我就決定同佢一齊發展呢個行業。你頭先就提及話，希望藉住公司嘅產品咧，就可以改變唔同人嘅人生啦。其實點解你會有呢一種使命感咧？其實呢一個係嚟自我一個唔係太好嘅體驗嚟嘅。咁我記得當時咧，我個小朋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單親媽咪啦。咁我小朋友咧就一路有一個問題，就係佢由幼稚園開始啊，你會發覺佢成日攞錯小朋友啲書啊，或者係唔見嘢啊，好亂啊咁樣樣。咁啊到開始小學3年班、4年班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哇好似越嚟越誇張喎，成個人生亂晒咁樣樣喎。就係喺4年班嘅時候，因為我哋要呈分試啦，係嘛，要差唔多要接近升中學嘅時候啦。咁啊，跟住之後就係見家長啦，已經係好慣性㗎啦。咁啊，但係嗰次就比較大陣仗啲，因為咧就訓導主任啊，全部啲中英數常識啊，全部坐晒喺度，就話即係有一條問題就好激發到我，就話啊，你有冇好好地照顧你個小朋友啊？咁但係當時我會覺得其實我已經盡咗力啦，我小朋友都盡咗力啦。咁好彩咧，當時咧就有個社工就建議我哋做咗一份問卷調查，就發覺原來我小朋友咧就有一個叫過分專注力失調啊，同埋一個過分活躍症咯。咁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喎。咁後尾之後咧，就佢哋建議咧，只有一個途徑嘅啫，就係食藥咯。咁啊，真係去睇咗醫生而去食咗藥，但係發覺就好多副作用。咁啊，但係奇蹟嘅事又發生喎，因為佢上學期去食藥啦，咁啊下學期咧，佢又真係咧品學兼優喎。咁你真係已經證實咗佢有呢個問題。咁啊呢個問題我就喺度諗，係咪一定要用藥物去解決咧？因為大家做家長都好明白一樣嘢，就係藥物係有依賴性，同埋一定係會有唔好嘅效果，亦都唔可以長期依賴嘅。咁我就覺得，咦，係咪用營養係可以去行呢？咁繼而令到我更加去有興趣喺呢方面去研究。咁啱我又遇到呢一間公司喎，咁同我嘅理念咧亦都係非常之吻合啦。咁所以我就希望藉住我自己呢一個體驗，咁而呢一個雖然一個唔好嘅體驗啦，但係令到我更加有使命感，去可以咧令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咧藉住營養咧去改變佢哋嘅由細細個開始改變佢哋嘅人生嘅諗法同埋個思想啦。Kathy 喺使命感帶動下，積極將產品推廣到身邊嘅客人身上，而喺使命感嘅背後，原來有一頁頁難以磨滅嘅故事。每一個創業家咧都一定經歷過一啲風浪啦，咁你自己有冇經歷過啲咩風浪咁？咁呢方面一定有嘅。
不過我慶幸嘅就係我呢個風浪咧係喺我真係啱啱創業嘅時候發生嘅。咁我就係喺03年咧開始我嘅第一個生意啦。咁我諗大家香港人都知道03、04年咧發生最巨大嘅問題就係啦沙士啦。當時好驚嘅，因為嗰陣細細個覺得哇第一次創業梗係賺錢㗎啦，點會遇到啲咁嘅嘢嘅咧咁啊？我記得沙士嗰段時間咧，差唔多係4個月至半年冇生意嘅。咁啊咁啱，我嗰陣時仲要懷孕喎，又係啊，好驚喎，好驚，因為你當時唔係淨係講有冇生意嘅問題，甚至係你會覺得哇喺我威脅到自己嘅生命啦，同埋我哋係同一個同人接觸嘅生意嚟㗎嘛，咁冇晒客，我自己個小朋友又喺個肚入面一路喺度成長，又好驚，好似唔敢出街，同埋每一日夜晚你都見到可能新聞裡面有好多有人死有人病嘅事情發生，成個情緒係好受影響。咁當時咧都因為情緒受影響啦，同我即係個前夫咧就發生問題啦。咁亦都同生意 partner 咧又發生問題喎。咁好多嘅嘢一時間一齊啊，禍不單行喎，真係。係啊，咁所以就喺度諗。不過而家諗翻上嚟咧，其實可能因為咁早發生咧，都係一件好事，係啦。咁我自己當時就最後一定係啦，一定係 close 咗嗰間店啦。咁啊 close 咗之後咧，但係我要自己喺度諗咯。點解人哋喺沙士可以經過，而自己經過唔到咧？咁所以就一路喺度好好咁樣計劃緊自己咯。咁你從呢一次嘅經歷咧，有啲咩體會啦？其實我體會到做生意咧，第一樣嘢就有最好嘅準備，最壞嘅打算咯。係因為永遠都唔會知道下一次可能係好似我哋啱啱亦都遇到另外一件事，就係即係佔中嘅問題咁樣。你可能會受到好多環境，亦並唔係你可能可以計劃之內，係啦，可以預測得到嘅。咁啊，最緊要自己就係有準備啦。咁我當時好好咁準備自己，就係雖然我嘅生意係結束咗，但係我去學習人哋嘅嘢啦。咁啊，自己讀咗好多營養學啊、管理學啊、銷售學咁樣樣咯。咁啊，到真係你有即係有個機會再俾你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原來我自己係可以勝任嘅時候，咁呢個體會就會變成你一個經驗，係啦，就唔係變成你一個結果咯。咁啊，最後好好彩係啦，咁啊經過晒呢啲嘢啦，咁同埋另外第二個體會咧，我會發覺原來做生意咧都好多嘢咧，就係同朋友嗰個關係咧都好重要，係啦。咁如果你個朋友成為你嘅拍檔嘅時候咧，咁啊可能係會有另一種嘅關係會出現咗啊，係啦。咁啊，大家就唔可以話喂，大家朋友好多嘢拍膊頭咁樣樣咯喎，就好多嘢都要即係講清講楚咯。咁既然一個關係先至可以長久咯。咁 Cathy 係一個好中意幫周圍嘅人咯，咁就佢好正面，所以令到周圍嘅人都變得正面，亦都好中意幫人。所以我覺得其實就係因為佢呢個 concept，所以大家其實都好中意同阿 Cathy 做生意或者 partner 咯。產品嘅差異化令企業有明確嘅目標之餘，仲可以為企業嘅未來設計設下市場嘅有效期。嗱，你可以試下呢一個啊。咦，都幾得意喎！係啊，其實咧，而家市場上面都有啲同類型嘅產品啦。咁你哋嘅產品相比佢哋咧，有啲咩優勢咧？咁我哋對一個產品嘅要求咧係非常之嚴格嘅。咁啊，雖然我哋有自設嘅工廠啦，但係甚至咧，我哋喺個來源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嚴謹嘅。我哋係每一個產品嘅來源咧，必須要有科學嘅認證啦，同埋有最高嘅標準嘅。咁啊，但係我哋最大嘅優勢咧，就係我哋唔單止係有營養嗰方面嘅，我哋咧仲會配合咗好多嘅軟件開發嗰方面啦。咁例如頭先你啱啱玩嘅呢一個遊戲咁樣樣啦，頭先你可能睇到咧，佢係可能一個比較簡單嘅遊戲，可能係玩3分鐘嘅啫，但係你就可以藉住呢3分鐘配合我哋嘅營養產品，每日咁樣去重複去運用。因為我哋公司嘅理念咧就係一個人如果要改變佢個腦部嘅狀態嘅話咧，其實唔單止係營養咁簡單嘅，可能要配合埋適當嘅休息同埋睡眠啦。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其實你個腦咧有冇係真係好似轉咁樣。所以有啲人話可能打牌咧，你會令到你即係冇咁容易老人痴呆喎咁樣，其實都係有原因嘅。即係腦部都要有適當嘅運動啦。冇錯啦。所以咧，你每一日咧，你會見到佢會有我哋會 provide一個 curve 俾你哋睇到。你今日玩咗係幾多分？
同埋我哋每一日咧亦都有個提醒嘅功能啊。因為好多時都會咧營養產品都會唔記得食噶嘛，佢唔係飯啊嗰啲，咁你可能 set 到你個鬧鐘啦係幾多點，咁啊我哋就會提醒到你，而你咧就可以剔下咁樣樣，就證明你食咗啦。你點睇未來健康產品市場嘅發展呢？我就認為咧有兩樣嘢咧，我哋都係肯定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冇病嘅人係一定咧就多過有病嘅人嘅。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冇病嘅人咧係一定唔想成為有病嘅人嘅。咁所以但係咧市場咧就一定係喺度嘅。咁問題就係究竟以前同而家嘅健康產業市場有啲咩唔同咧？咁我個人認為就係因為多咗媒體嘅報導啦，所以好多人都明白到由於我哋嘅環境污染，令到我哋已經唔能夠食到真正嘅食物。所以營養市場咧已經係唔係一種教育嘅年代，而係進入一個必需品嘅年代。問題係我哋一般嘅消費者究竟係點樣選擇佢哋嘅健康產品？如果我個人嘅意見咧，就覺得好似我哋用一個智能電話咁啦，我哋都希望咧更加方便同埋更加優質嘅。你冇可能咧仲會係今日仲會帶住一個 laptop 啦、一部電話啦，又或者一個計數機出街嘅。咁你會咧係幾合一啊，同埋最好緊要咧就係方便咯。咁所以我哋公司亦都會朝住呢一個方向繼續咧發展我哋嘅產業嘅。一個人嘅潛能當然就唔一定要依靠藥物先至可以發掘出嚟啦。但係如果你想創業成功嘅話，就一定唔可以缺少好似我哋今集呢一位嘉賓對創業嘅決心啦。今集嘅資本遊戲嚟到呢度，多謝收睇。我嘅座右銘咧就係 Redefine Possible。當一個人覺得有希望嘅時候，所有嘢都有機會發生，所有嘢都有可能性。所以我認為所有嘢都可以 redefine possible，重定可能性。